没说完呢，在我的婚姻过程当中啊，一直就有外遇。我说的再明白一点，我一直都有婚外情。那么，请问原告，你对被告提出的所有录音的证据的真实性是否认同？我认。不可能，海东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样对我呢？怎么办呀，罗丽姐？海东不会这样对我的。这官司啊，输就是赢，赢也是输啊。你不让焦艳艳死了这条心，她怎么开始新的生活？汇泉那边有信儿没有啊？我催过了，他们说得等他们头来决定。他们头什么时候能决定啊？我不能等到羊年啊。这话我也说了，他们说要不让咱们先忙点别的。我怀疑他们是不想让咱们代理了。银泰呢？我听说他们私底下在接触别的律所，我有几个哥们在文辉律所，他们好像要找吴文辉。曹建坤那儿，他说他自己跟你讲。张老师，这么跟你说吧，除了董大海公司的法律业务还在，别的老客户都撤了。那个我整理了一些新客户资料，你看看。第一天来公司上班啊，你不知道这个公司接客户的标准啊？你看看这办公室，你看看屋里屋外那么多人，你瞧瞧你自己穿的衣服，就你接这仨瓜俩枣，咱们喝西北风去。那要是按照您这个标准的话，那就是真没有什么新客户了。哎，老曹啊，嘿嘿，来。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，行，你用着。给我啊？啊，不就是个离婚吗？我用得着你给我钱？啊，这马上就到年底了，说说你们公司明年的打算啊？我今天来也是为了跟你说这事儿啊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决定，明年可能不跟你们律所合作了。这仨瓜俩枣从哪儿找的？那个，我在这上面登了一个广告，回复的人特别多。你看啊，有了官司不用愁，
专业律师团队帮您解心忧。看起来好心酸啊。再仔细找找啊，这个找几个比这好点的，找个你喜欢的。谢谢石老师。人家好莱坞上演是讨好新娘，你呢？你还说讨好伴娘？人家这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吧，你就给我捣乱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了。我给娘娘献花，大不了我结婚的时候你也跑，你也叫唤，还不行吗？我等得到那一天吗？等你结婚，哪辈子才能实现啊？呸！你少咒我啊！好歹我也是大早上陪你过来做孕检，也算是将功补过呀。你看这满大厅的全是老爷们陪着呢，你们家曹乾坤又不知道死哪去了。说谁呢？是我不让他来，我跟他说的，这点小事就你来就行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也就你们家陪嫁大丫头。我能让一大男人没事陪我就干这些事儿吗？咱们嫁的是老公，不是小时工。您还真是胸怀大爱，母仪天下。吴老师，你没完没了了？谁没完没了？他没完没了给我发短信。我怎么记得有人跟我说要把谁拉黑删除来着？都成年人了，何必那么幼稚？那你让我听听。哎呀，你侵犯他的隐私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听人劝，好好找一个呢？找谁去？找你们家老曹，上你们家当小三儿，挖你家墙角。你真不是我们家老曹的菜。你家老曹也不是我的菜。你的菜口味太重了，打小你就喜欢大叔，典型的恋父。注意胎教，唐美玉同学。稍当心点啊，师傅。好的。哎，那个再来俩师傅。哎，你把那倒立器帮我搬下去。好，慢点啊。老大，你这剩下的东西就真都不要了？不是，我看好多东西都是您的个人物品，这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。不要了，你看着心烦。车呢？给他了。真大方。小刚，你今年多大？啊？我问你今年多大？怎么的？您是想收养我啊？没想明白之前，千万别结婚。嗨，您这个经历，这不代表我一定会重蹈覆辙吧？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剩下我自己能干。别呀，您这车也没了，我跟您一块儿吧，忙忙叨叨一会儿归置归置。咱们吃个饭，我正好有工作上的事跟您汇报。好，喝口水吧。哎。走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出去了。上午在医院陪你这个孕妇，下午又接待医院。我刚躺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我跟你说，找对象这事儿，你就得不怕苦不怕累，有枣没枣你打一杆嘛。哎，你去吧，我都跟人说好了。哎，他有那么好吗？换一天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必须去。你哪天不忙啊？你就给我个面子，算加个班。你给我付加班费，我就去。我还没找你要奖金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吧，这人条件特别好。哎，你见过的，你不去肯定后悔。石老师啊，您还真别瞧不上我在58同城发的这广告。您知道我这2天一天收多少封 email 回复吗？日理万机，真有点皇上批奏折的意思啊！来，您看看。皇上批奏折，我是不是得给你配一宫女扇扇了？这个有点过了，我这不就是帮皇上精选一下，最终定夺还在您。你选这些案子，没有一个超过20万的。我迟海东要是连这种案子都接，我以后怎么混呢？可是这草民不就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吗？而且现在市场低迷，再加上您前一段那案子，
不就剩这些了？现在您再好好看看。罗小姐，雨辰先生吧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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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请坐。喝点什么饮料吗？哦，我给你点了2杯，一杯柠檬水，一杯姜茶。2杯啊，会不会太浪费？外面这么冷，喝杯姜茶可以暖暖胃。柠檬水含丰富的维生素，对皮肤好。吕先生是一细心人。都在这儿了，所有的，您可好好看看啊！您也看到了，我这不是没想法子，58同城广告我也登了，微博上我也登了。可是我确实没想到您的个人生活能跟咱们公司业务绑这么紧。要不然，这小案子你以我的名义接了，您来打不就得了吗？我给你当助理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动动脑子行吗？你接一案子多少钱，我接一案子多少钱，能一样吗？我万万没想到今天相亲对象会是一名人。哪里呢？罗小姐，其实，在你来之前，我也大概了解你的情况。而且，我听说，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小有名气啊。前2天还打赢了一个官司，赢了你们行业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男律师。这怎么不行啊？这不就挺好吗？这个我一早就给您剔除了，他不符合您对客户的选择标准，他没钱。你什么时候做事能认真点啊？他没钱啊，他老婆有钱呀。我们可以跟他签一份代理合约呀，从他老婆财产里往外分呐。他如果不听咱们的，他老婆万一请一个好律师，他1分钱都得不着，对吧？你接这样的案子，最起码还有点赌性吧。我以前的外号叫迟1亿，照你这么接案子，以后我改叫迟20得。这场离婚官司啊，听说这男律师输了，在法庭上是嚎啕大哭，而且最后说怎么输的连裤衩都没了。这谁告诉你的？汤美玉啊，八卦着呢。你认识我？哦，你是不是认识我呀？我是那个《天天娱乐圈》的主持人吕晨。施律师，真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还看不出来，相亲啊？你们俩相亲，拿我的事儿当笑话。您敏感了吧？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我啊？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你有听到迟海东这3个字吗？听错了。就是他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你们那桌的账啊，一会儿我结了。谢谢你啊。闲的你啊？不是迟二，你不认识他啊？他谁呀？电视台主持人，特有名，就那个天天娱乐圈吕晨。你好好看案子行吗？这案子我接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切都从头再来。真的？哟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老大。刚才你的情况呢，我也了解了。你提到婚前财产协议，我觉得很好，对双方都负责，我同意。那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情况？当然。我在北京有2套房，2辆车，一个公寓，一个别墅，一个 SUV，一辆商务车。你喜欢狗吗？喜欢啊，拉布拉多怎么样？特别喜欢，特别温顺那种狗狗。太好了！哎，所有喜欢小动物的女生啊，都特别有爱心。我爸妈呢一直在新西兰，
我姐姐照顾他们，他们享受那边的社会福利，都不用我操心。如果你不介意，你就把爸妈接到北京来，我照顾他们。但是，我只有一个诉求。你说。万事俱备，只欠离婚。我刚是不是听错了？是只欠东方还是离婚？我跟我妻子结婚3年，当然了，感情是不太好。可是，她居然在外面养了小白脸。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赚的。她现在不同意离婚，所以我需要打赢这个官司。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一套，而且很厉害。如果我们能打赢这个官司，我相信我和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未来。我叫池海东，你的案子他不接，我就接。不仅能完成你的诉求，有可能还能赢回我的裤衩。别忘了你刚才说请我，那你想着买单。这哥们还挺实诚。他说的没错，他比我更适合代理你的官司。借你的手机用一下。我的电话已经删除了，以后咱们就不必联系了。罗小姐，我是这帮律师比我们圈里还现实啊。我是想跟你说一句，我看到杂志，不只是高兴，而且很激动，非常激动。稍等。请进。吴老师，夏女士到了。夏女士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律师。吴律师，你为什么不接我这案子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有钱，我不怕花钱，我呀就想赢。夏女士，您误会了。我呢，第一，手头上案子比较多；第二，我给您介绍的这个律师，在这方面，他比我更强。你看，这是对他的报道。他打这种官司非常有名的。哦，这样的啊。那好，那吴律师，我谢谢你啊。哎，还有，你能不能先给他打个电话，介绍我一下？打个电话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罗律师的脾气，他是个比较傲的人。有才华的人都有傲气。要是我给他打这个电话，他问我为什么不接，好像把我不接的案子推给了他。所以我建议，你还是直接去找他，说是慕名而来，他会很高兴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呀，那我走了，谢谢吴律师啊。对不起，夏女士。还有事儿？这个杂志请还给我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他有了外遇，他就不回来了。他和那个女人在外面也有了孩子。
那个时候吧，他就逼着我离婚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就同意跟他离了婚。我们离婚协议也写好了，字儿也签了，就差那个离婚证没办。夏女士，我看这个离婚协议上啊，他是把房子和车子分给了您，他自己留了公司。这公司现在的运营状况是什么样的？全败光了，啊，好像还有债务。哦，有个问题我也想问问您啊，这个这么多年，您都没想起要去办这个离婚手续，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想去办手续了呢？你看哈，他在外边不是有债务吗？我是怕有一天呀，有人来给我要账，你说我不能背着黑锅，对吧？就这个原因啊。我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10年前签署的，这么多年，您都没想到过要去把这个离婚手续给正式办一下？当时吧，我以为哈，这个离婚呢，只要把这个离婚协议写好，字儿一签呢，就算是离婚了。您别怪我不断追问啊，我还是很希望您能够把全部的真实的情况告诉我。是。罗律师，您觉得我会赢吗？如果事情都如您所说，我相信法院一定会支持您的诉求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跟我媳妇儿呢10几岁就认识了，一块儿做生意，白手起家。后来有了小孩呢，她就在家带孩子，我就在外面忙生意。这成天的全国各地到处跑啊，在家的时间就比较少了。她呢就为这儿就不高兴了，就老吵架。但我把这钱呢都交给家里的，她带着孩子呢就拿这钱就做点买卖什么的，没有，那买卖越做越大了，后来连别墅都买了。我呢，这个企业呢，就遇到点困难，我说需要点资金周转一下，我说跟他借点吧，他就要跟我离婚。我们家现在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。你看，这不又逼我来了，说找了个律师，要跟我谈谈，不然法庭上见。跟他谈，问他在哪儿？谈。小帮手，哎，先生，您小帮手，我找小帮手。不能进。小帮手，出来呀，小帮手。你有什么话？哎呦，你不是挺有钱的吗？怎么找的这么个破地儿啊？要坐没地儿坐的，要站没地儿站的。早知道去池律师那儿。罗律师，您在这儿办公啊？这不是江湖人称池毅的池大律师吗？听说不到1担子您不接啊？离婚这种小案子你也有兴趣？啊，大案子我打烦了，找个小案子调剂一下，哪儿谈啊？里边请吧。走。郑天涯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你说我的财产我赚的，我凭什么要分给你？你凭什么不分啊？怎么就能分？要不是我当初我娶了你，你还在农村刨地呢，你还那是我的钱不分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郑先生，夏女士，咱们今天来这不是来吵架，咱是来谈条件的。条件谈好呢，咱就不用上法院了；谈不好，咱还得接着打官司，是吧？打就打，不打官司我找你们律师干什么呀？那就甭谈了，法院见。法院见就法院见。哎，就你们别吵了，你们双方都请了律师，如果再亲自吵架的话，就太不划算了。罗律师，按照咱们国家的婚姻法，夫妻共同财产，离婚双方1人1半，债务也要共同分担。婚姻法是这么规定的，但是他们10年前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。但他们从来没有办过离婚手续啊。那您就得问郑先生了。郑先生10年前签署了离婚协议之后就失踪了，他的妻子无法联系上他。对了，郑先生，我也想问问您，10年前您签署了离婚协议以后去哪儿了？这10年您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我做什么？这10年他一直忙于工作，在他最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，他的合法妻子用他的财物买了别墅，让他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。池律师，
我得提醒你一句了，郑先生生意失败可跟我的当事人毫无关系。他们是合法夫妻，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不知道别瞎说啊！明明就是他有了外遇。郑天雅，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，自从你有了狐狸精之后，你就失败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哼，这叫报应。你能不能嘴上积积德？你这什么叫报应呢？罗律师，找我们来谈什么？离婚。条件呢？我的当事人要求无条件补办离婚手续。我们走。啊，走。不是，走。郑天雅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租的房子，刚搬进来的。前天。你住这儿？我住1年多了。哎，新邻居，我得友善的给你提个意见啊，你别没事拿一望远镜在窗前瞄来瞄去的，怪吓人的。不会了。啊？你确实事先不知道我住这儿。我要知道你在这儿住，可能就不租这儿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再见。晚安。
喂，夏女士。喂，郑先生。哦，现在是吗？现在啊，去我办公室吧。行，那我马上去律所。好嘞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是，这么晚还出去办公，真辛苦啊！你也挺忙的。老郑，我得提醒你，你要想打赢这个官司，你得把相关的事情都告诉我。啊？对吧？那第一，为什么人家说你有小三儿啊？第二，10年前就签了离婚协议了，怎么不办手续呢？他那个寻死觅活的嘛，这一提离婚他就要自杀，他真吃了一次药，安眠药，送医院抢救过来。什么时候啊？就闹离婚那会儿。病历呢？病历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重要吗？重要。重要。哎，池律师，你说我这官司能打赢吗？你觉得怎么算赢？我多分钱就算赢。听我跟你讲啊，咱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，在婚姻中的过错方可以少分，甚至于不分。过错方，那个犯错那一方是吧？对啊。那肯定是他是过错方。那怎么人家说你有小三儿呢？你刚才只回答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得提醒你啊，如果你在婚姻过程当中长期和另外一位女性同居的话，一旦被人发现证据，那就不仅仅是过错方了，重婚罪是会被判刑的。我懂，一定会没有。懂啊？啊。罗律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说他怎么那么不要脸？他背着我跟我女儿联系，我知道了以后我都气糊涂了。那个我女儿啊，在英国上学，前2天走的。我呢，就是想等着我女儿走了以后，我再办离婚这事儿，就是不想让我女儿看到她爹那副丑恶的嘴脸。结果刚才接到我女儿的电话，我女儿上来就问我，说为什么要跟他办离婚？哎呀，我一听我气糊涂了。她跟我女儿说，是我嫌弃她没有钱了。现在生意不好了，我才要跟他离婚，才要跟他扫地出门。你说我女儿她知道什么呀？当初她骗我们娘俩走的时候，我女儿还小着呢。夏女士，您先别生气，先别激动。那您现在的意思是，您又不想离婚了，是吗？谁说我不想离婚了？这婚我是一定要离的呀。您确定？我确定。但是罗律师，你想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女儿知道什么？我女儿说了，如果离婚这学就不上了，明天坐飞机就回来，当面跟我聊，说要让我跟她办一个机会，你说怎么办？罗律师，其实这么多年了，我呢就一直在我女儿面前维护她的形象，总说她爸怎样好怎样好怎样好，结果呢维护来维护去，好。他成好人了，我成坏人了，离婚这事儿全是我的错。你别着急，既然您已经决定了，我就会帮您完成这个诉求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
您先想办法稳住您女儿，在她回来之前呢，咱们速战速决。我相信，等她成熟了以后，她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要说这过错方啊，这夏芳草才是过错方呢。我都怀疑她现在已经有男人了，她跟那男的呀合谋起来，想把我扫地出门呢。你想想，如果她背后没有个男的帮她，她能把生意做那么大吗？那你得有证据啊。证据？我能上他们家去装摄像头啊？你家？啊？我说那是你家。哦，对，这是我家，我跟他还没离婚呢，是吧？服务员，买单。小姐您好，有位先生已经帮您买过了。谁买的？对面的那位先生。多少钱？89元。谢谢啊。不至于吧？就一顿饭，干嘛这么客气？吃人嘴短嘛，平白无故的帮我买单，还是有事相求吧？嗨，请你吃顿饭，干嘛非得有事相求啊？这不是咱们现在成了邻居吗？你帮我约一下夏芳草吧。石律师是我见过最会聊天的人，我凭什么要帮你约我的当事人呢？你看，咱们虽然是离婚律师，但是不能老让咱们的当事人啊太过对立。人家毕竟是那么多年的夫妻，而且还有孩子，这个哪一方伤了哪一方都不好。别说道德，说诉求。你跟夏芳草说说，在钱的这方面别咬得太紧。这话你应该跟郑天涯说说呀。可郑天涯没钱呀，钱全在夏芳草那儿。如果郑天涯有钱，我一定劝郑天涯把钱挪出一部分给夏芳草。这钱毕竟是身外之物。你这诉求我可没法同意啊。哎，小阮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那么吵啊？还没回去呢？我这不跟谈工作了吗？你长期下去，你这样你会把身体给弄垮的。哎，知道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工作再重要啊，也没有找对象的事儿重要。你看为什么人管结婚叫终身大事啊？没有人管工作叫终身大事的吧？好球，好球，好。知道。我爸看球呢。喂。你爸爸现在啊，一天就3件事情：吃饭、睡觉、看球。丽丽，妈真的很想带他出来。哎，我带他到你那儿去看看吧。哎呀，我这段时间特别忙。夜总会啊，我不去，我没钱。妈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其实我现在就是在约会呢。你别混，跟谁约会呢？不信我拍给您看。你请我也不去，我没心情。好。哎，你拍我？拍菜呢？你给我看看。不好吧？这是我的隐私。这是我的菜。你是要约夏芳草是吧？我帮你约。明天。有个前提条件，我得在场。好。去夜总会别太累，我要约也就是明儿一早的事。好。哎，我那张照片帮我修图啊。